Hello， 大家好，我是 Panda，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今天我们离开台中，来到台北的 Dream Room，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Dream Room 的环境吧。Hold up, wait a minute, bitch, I'm back. Got my hands around their neck like I don't know how to act. They can't imitate or replicate what I do, it's a rap. Bitch, I'm turning up, the price went up, yeah, you could do the math. Hold up, round they Makata, yeah, let's get it, ah.第一手牌盲注级别1000、2000，起始筹码40万。我在 low 阶看到了66 raise 到5000，结果 cut off 跟大盲选择跟注，我们3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288 rainbow。那我觉得这个翻牌可以 C 倍，也可以过牌。我这次选择过牌，然后 cut off 也过牌，我们继续看到转牌，转牌来了方块5。大盲还是选择过牌，那我就觉得我们的牌应该是大了，这边可以准备下注拿价值了，然后顺便保护一下我们的手牌。我想了一下，我最后在16000的底池下了一个半池的8000，在我下注了以后呢 ，cut off 选择跟注，行动来到大盲，他这边想了一段时间，竟然 check raise 到3万。那因为游戏才刚开始，我也刚到 Dream Room 这边打牌，对这边的玩家池并不是很了解。然后我后面还有一家 cut off， 我觉得这边跟注风险有点太高了，毕竟后面还有一位玩家，所以我这边想了一下，最后弃牌了。在我弃牌了以后呢 ，cut off 也弃牌了。那大盲收下了这个底池。下一手牌 UTG raise 到4000，我在加一看到了 AKO 3倍到14000，大盲这边空降冷跟了14000 ，UTG 也跟注，我们3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 Q10 Q 2张梅花。过牌到我这边下了一个小注14000，大盲跟注了14000 ，UTG 弃牌，我们2家继续看到转牌，转牌来了红心3，大盲过牌了以后呢，我这边想了一下，也选择过牌，我们继续看到合牌，合牌来了红心10，大盲在71000的底池下了一个半池左右的35000，那大盲合牌的下注价值组合会有一些 Q， 也会有10，Q 会少一点，因为一部分的 Q 会在翻牌做 check raise。但它翻牌的跟注，同时也会有大量的同花听牌以及顺子听牌，还有很多中小的手里队，像是8899这一些。首先我转牌的过牌，我这边就几乎不会有 Q 了。对手合牌的下注确实会有一些 Q 跟10的价值组合，但同时也有很多 miss draw， 甚至手里队被淹掉，导致没有摊牌价值。所以他这边 bluff 的可能性还是蛮高的。我想我们的手牌面对对手在合牌半池的下注，我们4次只要对1次就够了。我觉得他这边炸胡的组合数应该是高于价值的组合数，所以最后我选择跟注了。在我跟注了以后呢，对手开了一个 A2 梅花，那我们平分了这个底池。下一手牌加一 raise 到7000，我在 high 阶看到了 QQ 3倍到23000，加一选择跟注，我们2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5A3 2张黑桃。那虽然被盖了一顶帽子，不过这边还是选择全范围下一个小注。我在51000的底池下了一个14000，在我下注了以后呢，加一没有想很久就选择跟注了。我们继续看到转牌，转牌来了黑桃9，那现在前门花也到了，加一过牌了以后呢，我这边也选择过牌，合牌来了方块10，加一在79000的底池下注了一个42000。面对他这个半池的注，我们有其他更好的牌可以跟注，例如说 AJ 带黑桃 J， 我觉得这边 QQ 要跟注最少也要有黑桃 Q， 因为对手这个行动线确实会有一些同花的价值组合，然后他这边也可以有 AKAQ 带一张黑桃，然后来做一个价值下注，所以我这边想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最后我选择弃牌了，加一收下了这个底池。下一手牌 UTG raise 到6000，我在小盲看到了 KK 3倍到25000，UTG 选择跟注，我们2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156 rainbow， 我在54000的底池 C 倍了一个25000，在我下注了以后呢 ，UTG 这边想了一段时间，竟然 raise 到6万。那对手在翻牌的加注，这边代表不了太多的强牌，甚至时时面对我半池的 C 倍，他都不一定会 raise 我。然后5566的组合在 UTG 都不一定会开。我想在这个 SPR 下，我不会闪我的 KK 了，所以我这边选择跟注，我们继续看到转牌。
转牌来了红心 Q， 我过牌了以后呢，对手在17万的底池下注了13万。我看了一下，我后手大概还有21万左右，对手 cover 我。那我翻牌的跟注就是没有要闪 set 了，所以我这边想了一下，就推出 all in 了。在我 all in 了以后呢，对手也很快跟注了。我打开我的手牌以后呢，对手开了一个 AQO。今天是 Dream Run 的啦啦队女孩之夜，那我们就跟着啦啦队一起来看合牌吧。现在贵宾到时钟3万3，好，各位先生锦标赛级别有人纳位，来有请啦啦队，我们他们加油打气。小手牌 High J Race 到6000，我在 Cut Off 看到 KQ 同花3倍到2万，行动来到 Button， 他这边冷4倍到6万4 ，High J 弃牌了，行动回到我。那 Button 这个对手，我观察到现在打得蛮好的。现在 Dream Run 有活动，拿特殊牌型69收持，可以转盘拿奖励。做我下家的 Button， 刚刚就看到他3倍一个69拿到奖励。另外，他这个4倍 size 有点大，看起来蛮像是想要直接打盖我的。我觉得他如果是 AAKK size 应该会再小一点。我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形象还蛮好的。我的手牌 KQ 又阻拦到他一些 KKQQ 的可能性。如果我判断他这边会有很多4倍的组合，例如说 A5 同花、AJ 同花、AQ 同花。10 JJ 甚至69，那我这边如果推出 all in， 加上目前我的形象还蛮好的，我觉得过的几率还蛮高的，所以我这边想了一段时间就推出 all in 了。在我 all in 了以后呢，没有被秒跟就是第一个好消息了。接下来就是 bluff 后最煎熬的时光了。在荷官清点完我的筹码以后，Button用了2张摊倍，最后选择弃牌了。那我们收下了这个底池。下手牌 UTG Race 到6000，我在加2看到了 AKO 3倍到2万，行动回到 UTG， 他这边想了一下4倍到7万9。我一开始还以为他是 all in 了，后来仔细看了一下，后面还留一颗1000的筹码。那说实在，我也不太知道这个动作的意义在哪里。有观众知道的话，麻烦在留言区跟我说一下。那我的 AK 面对40BB 的 all in， 我是不会走的，所以我就推出 all in 了。那对手只剩一颗1000的筹码，也选择跟住了。我打开我的手牌以后呢，对手开了一个 AA。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跑马吧。马上那节发生了番茄欧元跑 AA 跑 AK，AA 跑 AK， 然后半起跑开放，老板167来起跑开转牌，小白 C 转牌 C 起跑开头牌，小白2来恭喜 AA 成功夺炮。小手牌加2 race 到6000 ，High J 跟住了6000。我在 Cut Off 看到 K10 同花 Squeeze 到2万5，结果我下家的 Button 空降冷跟了2万5，前面的加2 High J 也选择跟住，我们4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 JKA 2张黑桃，那这个翻牌对我们整体的 range 还蛮好的，对我们的手牌也还可以。我们现在有一个中队带后门花，还有一个 Gasha， 然后我们的10还阻拦到现在的 Nuts 顺，一路过牌到我最后在10万的底池下了一个小注3万。在我下注了以后呢，运气很好，全部的玩家都弃牌了，我们收下了这个底池。下一手牌我在加1看到了 QQ Race 到6000，结果 Low J 这边做一个很小的3倍，他3倍到1万6，后面的Button跟小盲空降冷跟了1万6，行动回到我。那第一个 Low J 这个3倍非常的小，我觉得他的牌不会很大，然后Button跟小盲也只是冷跟了这个1万6，所以他们也不会有很大的牌。我觉得我的 QQ 应该是领先他们的，所以我这边想了一下，我4倍到8万。在我4倍了以后呢，没有人走，全部都选择跟住，我们4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652 Rainbow，
我想在这个 SPR 下，我也不会去闪225566了。如果这边真的有人中到 set， 也只能给了，因为这个翻钱的抽 set 长期会是一个负 EV 的动作。我想了一下，最后我在32万的底池下了一个小注10万。在我下注了以后呢 ，low 却弃牌了。巴腾想了一下，选择跟注，行动来到小盲。他这边想了一段时间以后 ，all in 他后手的33万2。行动回到我看了一下巴腾的后手，跟我差不多，还有40多万。我想巴腾这边很难有比我强的牌，真的有比我大的牌，我也不会闪了。但他这边如果有一些听牌，或者是比我弱的超队，我也希望在这边可以跟他打光，所以最后我也选择 all in 了。在我 all in 了以后呢，巴腾想了2张摊背以后，也选择跟注。我打开我的手牌以后呢，小盲这边开了一个我很意外的手牌，26梅花，一个很奇怪的2对。巴腾这边开了7、8黑桃，买双头顺。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个3家跑马吧。这个就屌了，他很奇，11万5，对吧？来，那么帮忙分享推文到现实，朋友可以趁现在哦。输赢了，如果分享按赞，可以获得200元的邮价券。人数由于可能在49分钟。我有塞帕对不对？对，我有塞帕，应该没数到什么。 11万5。下一手牌是第2场的3万3，盲注级别1000、2000，起始筹码40万。我在 UTG 看到了99 raise 到5000，加1加2跟注了5000，行动来到小盲。他这边想了一下，3倍到2万1。那我想面对这个3倍，我们99只有一个选项，那就是跟注。在我跟注了以后呢，加1加2弃牌了，我们2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984 Rainbow， 那我们运气很好，击中了一个 Top Set。小盲在5万4的底池下了一个3万，那以一个3倍帕来讲，他这个已经算是蛮重的注了。那面对他这个比较极化的范围，我想我这边除了跟注，也不能做其他的事情了。这边加注他，只会把他的 bluff 赶跑，所以我这边选择跟注。我们继续看到转牌，转牌来了黑桃 J， 小盲这边没有停枪，他在11万的底池下了一个7万。然后小盲后面大概剩20万左右，那我们有位置，其实这边并不需要去加注他。如果他这边有些 bluff 的话，我们的加注会把他 bluff 赶跑。所以我这边想了一下，选择跟注。我们继续看到合牌，合牌来了方块 Q。小盲这边没有想很久，他在25万的底池推出他后手的19万5。那我觉得小盲这边是有可能有 JJQQ 的，但是他的 QQJJ 会推这么快吗？然后小盲这边连续3枪中注的行动线，他这边也不太会有什么10的组合。我觉得他如果是10转牌，应该不是走这个行动线。10再转牌下一个中注，其实被推会非常的难受 ，maybe 有一点点 A10同花之类的。但我翻牌跟转牌的跟注已经隐藏我的牌力了，我觉得对手这边还是会有很多 bluff 的，例如说 AK 黑桃、AQ 黑桃、A5 黑桃。所以我这边想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最后选择跟注了。在我跟注了以后呢，小盲开了一个77，那我们收下了这个底池。下一手牌我在巴腾看到了 AA raise 到6000，大盲选择跟注，我们2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934，2张红心。我在1万5的底池下了一个4000的小注，在我下注了以后呢，大盲选择跟注，我们继续看到转牌。转牌来了红心 Q， 那现在前门花已经到了，我们并没有红心 A， 所以在大盲过牌了以后呢，我这边也选择过牌，我们继续看到合牌。合牌来了红心 K， 那现在已经变4加1花了。大盲在2万3的底池下了一个小超池2万4，那面对他这个超池，我们有很多更好的牌可以跟注，所以我这边最后选择弃牌了。那我们输了这个底池。下一手牌我在 cut off 看到 J10 同花 raise 到6000，行动来到大盲，他这边3倍到2万4，那我们有位置，所以我这边选择跟注，我们2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 J25 2张梅花，大盲在5万1的底池下了一个小注1万2，那面对他这个小注，我想我们除了跟注也不能做其他的事情了，所以我这边选择跟注，我们继续看到转牌。转牌来了黑桃5，大盲这边没有停枪，他在7万5的底池下了一个3万3，那我们现在还是顶对，所以我选择跟注，我们继续看到合牌。合牌来了红心10，
大盲这边过牌了，那这张河牌非常的有趣，让我们击中了一个奇怪的两对，让我不知道要不要下注这个河牌拿价值。如果这个对手平衡的很好，会在这边过牌很多的 AAKK 去保护过牌的范围，那我的手牌也会去过牌摊牌。但我观察整个现场的玩家池，大部分的玩家这边的 AAKK 还是比较高频率的下注。如果是针对整个玩家池的倾向，我觉得这边可以去要一个薄价值。虽然有时候很有可能会 value 到自己，我想了一下，最后在14万的底池下了一个半池不到的6万。在我下注了以后，大盲很快就跟注了。我想说被秒跟好像又 value 到自己了。我打开我的手牌以后呢，庆幸的是大盲 mark 了，我们收下了这个底池。现在手牌我在 UTG 看到了 J10 同花 raise 到6000，大盲选择跟注了6000，我们两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54Q 2张红心，那这个翻牌对我们的手牌还不错。我们现在有个同花听牌，我在15000的底池下注了6000，在我下注了以后呢，大盲没有想很久就选择跟注了。我们继续看到转牌。转牌来了方块 J， 那我们现在突然有一点摊牌价值了。如果转牌不是开这张 J 的话，我这边会连开第二枪。那既然开了这张 J， 我们有摊牌价值了，所以大盲过牌了以后呢，我这边也选择过牌。我们继续看到河牌，河牌来了方块 A。大盲过牌了以后呢，我觉得我这边也没有下注的必要了。我觉得这边下注也打不盖一张 Q， 那比我们差的牌也很难拿到价值了，所以我这边也选择过牌。在我过牌了以后呢，大盲开了一个10，那我们运气很好，收下了这个底池。现在手牌加一 raise 到7000 ，Hijack 跟小盲选择跟注。我在大盲看到了 J9 同花，也选择跟注。我们4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56J 2张红心。那我们这边击中了一个顶对，一路过牌到+1，他在3万的底池下了一个13000，然后Hijack跟小盲弃牌了，行动回到我。那我这边击中了一个顶对，所以我这边选择跟注。我们继续看到转牌。转牌来的黑桃3，加一这边没有停枪，他在56000的底池下了一个重注5万。那面对他这个重注，虽然我们有点不舒服，不过我觉得这边至少还要跟注一枪，因为他这边还是会有一些 A 叉红心、KQ 红心之类的手牌走这个行动线。我觉得这边顶对直接盖掉，有点盖太多了，所以我这边选择跟注。我们两家继续看到河牌。河牌来了方块 A， 那这张牌就没有很好了。他如果转牌的中注是有一些 semi bluff 的话，那这张 A 几乎都中了。在我扩牌了以后呢，加一想了一段时间，最后在15万的底池下了一个超池的18万。那面对他这个连开3枪河牌的超池，我觉得我们的牌力是不够支持这个中注的，所以我这边最后弃牌了，我们输了这个底池。现在手牌 UTG raise 到7000 ，Hijack 选择跟注，行动来到 button， 他这边3倍到3万，我在小盲看到了 AKO 4倍到8万，前面的 UTG 跟 Hijack 弃牌了，行动回到 button， 他这边想了一段时间，选择跟注了8万，我们两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 A58 2张黑桃，那这个翻牌以一个 4倍帕来讲已经非常的好了。我会在这个翻牌全范围下一个小注。我想了一下，我最后在17万的底池下了一个小注4万。在我下注了以后呢 ，Button 没有想很久就选择跟注了。我们继续看到转牌，转牌来了黑桃4。我想对手在这边有花的组合并不多，因为黑桃 A 在台面上比较合理的同花是 KQ 黑桃，其他像是 KJ 黑桃、J10 黑桃这一些，我是不太清楚他会不会先3倍，然后再跟注一个冷4倍。我觉得我这边还是需要下注，因为它还是会有一些 AQ 带黑桃 Q， 或者是翻牌跟注的 QQJJ 带黑桃的组合，我们还是必须要下注拿价值以及保护我们的手牌。如果我这边有黑桃 K， 倒是可以考虑去过牌来保护一下过牌的范围。我想了一下，最后在25万的底池下注了10万。行动来到 button， 他这边想了一段时间，最后加注到20万。然后后面剩12万，那这个加注就非常奇怪了。我如果这边是 KQ 黑桃，在有位置的情况之下，应该也只会选择跟注。这边选择最小加注，不直接 all in， 后面留个12万。我真的不太清楚什么牌会这样打，或许是类似 AQ 带黑桃 Q 的手牌，想要在这边加注做个阻挡注，河牌就可以去 check down。我想在一个 4 倍帕，我还是不能盖掉我的 TPTK， 尤其是黑桃 A 在台面上，对手有花的组合少非常多。如果对手真的有花，我想我们也只能给了。但我这边也不想只用跟的，让对手比我们差的牌免费去摊牌，所以最后我这边想了一段时间，选择 all in 了。在我 all in 了以后呢，被对手秒跟了，那我想应该是出事了。
我打开我的手牌以后呢，对手开了一个 Q8 黑桃，那我们已经0趴了，我们把这个跑马看完吧。没趴了。素材的，这句话很残忍。下手牌 UTG raise 到6000，小盲跟注了6000。我在大盲看到了8、9同花，也选择跟注。我们3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 16K Rainbow， 一路过牌到 UTG， 他在2万的底池下了一个小注7000，小盲跟注了7000，行动回到我。那翻牌我们有一个 God Shot， 面对 UTG 的小注，小盲的跟注。我想我们可以尝试做一个 check raise bluff。我想了一下，我最后加注到3万5。在我加注了以后 ，UTG 想了一段时间，选择跟注，小盲弃牌了。我们2家继续看到转牌，转牌来了红心9。那转牌这张9对我们整体的范围还蛮好的。我们在翻牌做 check raise 会有10、10、66、K10的价值组合，而 bluff 的组合最直观的就是 QJ 了。这张转牌的红心9 QJ 买双头顺也到了。我跟 UTG 来说，我们这边可以有全部的 QJ， 而对手应该只能有同花的组合，甚至有一些人在9人桌的 UTG 不会开 QJ 同花，所以这张9还蛮适合开第2枪的。我想了一下，最后我在9万的底池下注了6万5，然后准备在大部分的合牌推出 all in。在我下注了以后 ，UTG 想了大概2张摊倍以后，先推出了 all in， 打断了我的技能。那我想面对 UTG 的 all in， 我这边也只能弃牌了。我们输了这个底池。下手牌 cut off raise 到6000， Button 这边做了一个最小3倍，他3倍到12000。那Button这位玩家就是刚刚拿 Q8 黑桃先3倍别人，再跟住我的4倍。面对他这个最小的3倍，我想他这次的牌应该比 Q8 同花还差。我在小盲看到了77，面对他的宽范围，我觉得这边可以4倍他，然后准备跟他打完了。我想了一下，我4倍到3万7，在我4倍了以后呢 ，cut off 弃牌了。Button 想了一段时间，选择跟注。我们2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 A82 Rainbow， 那这个翻牌对我们整体的范围非常的好，所以我这边会做一个全范围的小注。我想了一下，我最后在8万4的底池下了一个小注2万，在我下注了以后 ，Button 很快就弃牌了，那我们收下了这个底池。总结一下成绩，我们今天到 Dream Room 参加2场3万3的限时锦标赛，第1场结算奖金27200，第2场结算奖金18200。Dream Room 的环境玩起来真的非常的享受，真的很有回到澳门永利的感觉，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过来玩。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了，这里是 Panda Poker， 我们下次见。